今天是2020年1月19号星期日。我们今天的新闻茶座讲洗脑术中国式的洗脑术，再顺便也讲一讲自干五的思维逻辑因为洗脑术是自干五是洗脑术的重度受害者，所以我们要讲讲自干五那么我先做开场白，然后大家来各抒己见好吧？我现在开场白呢，就是我是想讲几个方面一个是讲那个洗脑的定义，什么叫洗脑？第二，讲洗脑的条件，还有再讲一下洗脑的目标那么大概是这几个方面我们都是中国式洗脑的受害者包括我本人那么洗脑是所有独裁政权的标配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也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喜欢去进行社会改造工程这就是一个社会改造工程，也是国家意志内化成为个人意志的社会运动在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很难抵抗很难抵抗。那么怎么办呢？学习还有自省是战胜这种毒害的可靠的武器那么这是我对洗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洗脑的定义是什么？洗脑或者称为思想控制英语叫 brainwashing 或者是 mind control 那么通过系统的方法，有意识的对公众灌输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这种操纵手法和过程就叫做洗脑洗脑呢，我归纳了一下，洗脑有3个条件，必须满足这3个条件，才能全社会性的进行洗脑。第一个要建立一个没有其他信息源的封闭环境就是你这个环境必须封闭起来，不能有其他的信息源只能是我能控制的信息源，除了我控制的信息源以外，其他的信息源全部封闭起来，挡住阻隔在外面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这个墙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墙就是为了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那么在互联网之前呢，当然是全面控制什么大众传播工具大众传播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杂志、出版社甚至黑板报等等，所有的能够和公众接触的这些渠道和途径，我们叫大众传播媒介全部要控制起来不得出现非控制的媒体。这就是专制政权首先要控制媒体的原因这样就可以控制大众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舆论控制系统。舆论控制系统，当然你说我们以中国为例中国为例，就是舆论控制系统的主管部门是谁？中宣部中宣部。那么宣传部就是舆论控制系统的执行部门那么这就是他们在传播学上叫舆论疑虑中国的传播学上面把这件事情叫成什么呢？叫成舆论疑虑。疑虑是什么意思？疑虑就是只能有一个声音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有其他的声音不能有其他不同的声音，让受众让受众接受被控制的事实和操控就控制的事实，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事实都是被操控者控制给你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这个事实的解读也是被控制的
就是你们永远得到的是单一的信息就是你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的是这样，在那个媒体上也看到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媒体上看到的都是这一个东西，然后所有的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全部都是一致的，而这个一致的意见都是被后面的那个操控者管理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我们叫舆论控制系统，这就是一个舆论控制。舆论控制系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事实，一部分是事实的解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整个新闻舆论背后贯彻一个单一的思想就是它背后你提供的所有的事实，或者对这个所有的事实的解读，它都是贯穿一个非常单一的思想。比如说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永远只提供能反映这个单一思想的事实，除了能够反映这个单一思想的事实和解读之外，其他的全部摒除，不提供，全部都不提供那么这个思想和这个思想不符的全部都要剔除，保持这种思想可以通过各种新闻和言论和解读全方位的饱和式的传播饱和式的传播，让受众在各个层次、各个地方、各个角度都永远只接受这一种思想这就是我说的洗脑的三个条件三个条件。那么洗脑要达成什么目标呢？三个目标。第一，通过长期的信息控制，达到观感控制的效果达到观感控制。什么叫观感控制？就是我觉得新房子是好的，旧房子不好，那么永远只给你你看这个新房子是好的，他看到的永远是你看中国好多新房子中国是好的，然后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一看这个路破破烂烂的美国没有中国好。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通过思维路径的依赖形成思维惯性的控制，就是你思维是有路径的那么慢慢的长期的由 A 到 B 由 A 到 B 不断的重复由 A 到 B， 但你给了他一个 A 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想到 B， 这就叫思维路径的依赖，形成什么？形成一个对思维惯性的控制。那永远只告诉你 A 到 B C 就会到 D E 到 F， 永远是告诉你这些路径的依赖。那么形成的你对这些思维路径的依赖，形成这种思维路径的依赖之后，你看告诉你 C 你就马上想到 D， 告诉你 E 马上就改成 F那就控制了什么？这就控制了你的思维惯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通过长期的这种思维解读的控制，达到理解控制的效果。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解读永远告诉你是这种关系，这个和 A 就是你这件事情只能用这种解读方式，只能解读成这样，你不会提供一个其他的解读，那就慢慢形成的是什么？形成的就是你对这种事情的解读一直是往下走的。旧的路不好，新的路是好的那你看美国的路是旧的，美国没有中国好。那他没有解释后面为什么路是旧的，为什么路是新的，这边路新的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这边路是旧的，为什么旧的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他不讲，永远都不讲，只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就比如说从头到尾只宣传一样，高福利是不好的，高福利不好，你看永远提供一个事实，什么事实这个南欧你看这个国家
他提供高福利，你看现在一塌糊涂，货币贬值，工人失业，啪啪啪，这混乱的一塌糊涂，政府又倒台了，哎，高福利，他永远在解读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就有网友已经被洗得很干净了，然后他就自动自觉的按照这种这个解读来理解你提供的任何事情和福利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对抗的。这就是洗脑的成果啊！所以洗脑的目标是3个目标，就是一个就是观感控制，一个是理解控制，一个是思维惯性的控制。达到这种3种控制，最终实现的效果是什么？就是实现公众对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啊，公众对看法都很一致。这个一致的看法是哪里来的？这个一致看法是来自后台中宣部。中宣部说我们对这件事情要正面看啊，所以公众就开始变成正面看。我们要负面看啊，这就日本我们现在看怎么办？播抗日剧，天天播抗日剧，抗日里面就是日本人是坏人，侵略我们，天天讲这个事情，然后从老到少全部对日本是负面看法，就是其实他要达到的就是形成公众一致的看法，而这一致的看法是由中宣部在后台控制的，看着需要，今天正面明天负面我就能够任意操纵这就是。那么洗脑术的国家意义是什么？洗脑术的国家意义，其实在国家层面，洗脑术的意义很重大。什么叫什么意义呢？就是对真理的垄断就是政府或者是独裁政权，他通过洗脑术就垄断了真理，就是他垄断了真理，就垄断了一切事物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要获得对一切事物的标准呢？为什么要去垄断真理呢？垄断真理就是为了保障他绝对权力的道德支撑。什么叫道德支撑？就是我既然说的都是对的，我既然是最好的，那我理当获得所有的权利，你们就应该听我的。这就是为什么独裁政权一定要去洗脑，中间的逻辑是什么？就是通过控制公众的思维来垄断真理，垄断了真理，就垄断了对一切事物的制定标准的权利。只要控制了对一切事物制定标准的权利，他的绝对的权利就有了道德支持。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是有逻辑的这是有逻辑的大概我对这个洗脑术，我大体上进行了一个很粗浅、很简单的一个梳理抛砖引玉，主要是抛砖引玉，大家都可以提自己的意见然后我们再讲讲自干五自干五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自干五，就是不是说你有自省，你觉得你已经脱离了洗脑的控制，你就不自干五，不是的。其实我们从那个环境中长大，我们长期的被洗脑，大家的脑海里多多少少的，就算你离开那环境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洗脑对你的影响是长期的不是说我离开那环境，我觉悟了，我就再也没有自干，我就不会自干我了，不是的。其实大家多多少少程度不同的都会有一点自干物，都会不自觉的就是为他辩护那么所以
其实我是对自干五是深深的同情啊，因为他们不自知啊，但是他们也很让人讨厌啊，非常让人讨厌，因为他们做的行为是毒化这个舆论啊。那么什么叫自干五？我们先定义一下啊，自干五全称自带干粮的五毛啊，五毛一词源于五毛党啊，就是被政府雇佣在网络上就是通过发言啊引导舆论啊的网络评论员啊，五毛党的一词。这是有来源的，是2004年长沙市委宣传部网络评论员媒体按五角钱加薪的名称得名啊，这个字五毛党是有出处的啊。那么自干五最早出现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到了2008年之后，这个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2014年开始，中国媒体开始关注这个词。然后中国官方媒体专门跑出来肯定高度评价的啊，说自干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啊。我大概的总结了一下自干五的共性啊，第一个长期洗脑啊，第二个不分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知识水平。别以为你是高干，一样是自干五啊。第三，自认为是既得利益阶层啊，自己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阶层。第四，选择性接受信息啊，他不是，就是说，就算是他有机会获得一些其他的信息，他都选择性的过滤掉。第五，自干五它会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当然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我觉得是思维路径的依赖啊，大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中国式的洗脑术和自干五啊，它是一对有代表价值的这种关系啊，这种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讨论讨论，大家都来，我希望呢我们通过这个对这种洗脑术的这种讨论，能够引起广大网民的留意和关注啊，能够更加有明确的自省意识啊，那也可以去判别什么呢？判别哪些事情是在洗脑啊，哪些事情我们就其实经常有网友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一些新闻是假的啊？有些新闻是被裁剪过的呀，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人误导啊？如果要做到这件事情，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洗脑，我们有没有被洗脑，是不是在洗脑啊？政府的这一堆东西是不是目的是要洗脑？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行为是什么？洗脑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稳预期。稳预期就是洗脑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表现啊，非常经典的表现。为什么？就稳住你的预期嘛，就把你预期变好一点嘛，这不是控制，不是在洗脑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想我们通过做这个对这个洗脑术的讨论啊，引起大家的思考，也引起大家的这种醒觉，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就我的开场白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进入互动环节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新来的网友请订阅啊。那么请大家点赞。我们有280多期节目，大家可以回去回溯去看一下。也许你的一些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一些专题里就有解答。那么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互动环节啊。互动环节先鸣谢一下啊，鸣谢一下。茉莉黄，谢谢茉莉黄
啊。阿赖，谢谢。节前最后一次付费了，手机无法付费，提前给王老师和管理及大家拜早年，谢谢阿赖。Jenny 糖，谢谢啊，Jenny 糖。Jenny 糖替在台湾的姥姥王打赏，谢谢，谢谢姥姥王，谢谢 Jenny 糖。东野主人，谢谢。淡流，谢谢君子健，有担当的新闻工作者，上一期感谢您为国内物流行业鸣不平，为民发声，天天做节目，请你吃好睡好锻炼好，提前祝你鼠年吉祥。From Singapore， 坡县的物流小哥啊，谢谢啊，谢谢。有金流，谢谢。有金利，谢谢。Please keep up the good work。预祝节日快乐，谢谢你。阿赖阿赖，姥姥王回台湾了，投票去了，羡慕恨呐，羡慕嫉妒恨呐。姥姥王新春快乐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这个互动环节。观点从哪里开始？好早就有哎。观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高福利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问题，完善的商业保险制度才是真正的正道。我们今天我们就集中讨论洗脑术和自干五，好吗？我们围绕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新闻茶座就会比较集中啊，好吧？那么其他和这个无关的话题我就暂时不读了，好吗？观点，只要是媒体都有洗脑的问题，用洗脑这个词是对人认知本质的不理解，真理只有互相洗的过程才能洗明白。我不同意啊！只要你有不同的信息源，是没办法洗脑的啊！所以我刚才讲洗脑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封闭的环境，这个封闭的环境只有一个，提供一个声音，提供一个事实，除了这一个声音和一个事实以外，其他都不得有。所以如果是不能够完成一个这样的环境的话，是无法洗脑。所以只要是媒体就洗脑，这不对啊！你想一下，我们讲，比如说川普，在美国啊，对川普有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解读。那么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解读，一个人在一个美国这样的环境当中，他就不会洗脑。为什么？因为你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怎么洗脑？洗不了的，除非你自己啊，我只接受这种信息，那不是别人洗你的脑，是你自己在催眠自己，这完全是不同的性质。你自己催眠自己，有一天你不想催眠，你能走出来。洗脑不是，洗脑你想走出来是走不出来的，因为那个环境是封闭的啊，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观点，洗脑术中有一项技术很关键，就是新话语。好棒 ，X86，我赞你，可以按照需求发明语言，使被洗脑者可以加强自我暗示，打造奥维尔式的思维。原点的，例如革命先烈、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派、祖国母亲、有国才有家；近点的命运共同体、和谐发展观。200斤麦子，很简单呐、把什么呢？把失业改成下岗，这就是这个发明，就是我们叫语术。其实我是很想找一天我们来讲这个议题。
讲这个我们下一次我们找个时间新闻茶座里面讲，就是中共的语速，这叫语速，通过新的词汇的创造，把原来的词汇的含义或者是定义把它改掉，变成一个新的我想给它的定义。这就中共最善于做这个啊，这是中共在这个方面是世界第一，没有人赶得上的啊。这个我激赏这个 X86啊，你讲的非常好，我同意啊。观点说说蔡明文的网军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集中谈还是谈洗脑术好不好？提问：为什么身边认识很多人身在墙外，但是一直维持墙内，抨击西方的民主？但是如果让他回墙内生活，估计肯定是不愿意的。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却为集权专制政府说话，这个不是一个半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近年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90%以上都是你这种情况。为什么？洗脑的结果啊。所以我说，洗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意志的内化，就是国家意志已经非常强的打到他的脑子里。他到了国外，虽然有很多，我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洗脑术，同时要讲自干五，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虽然他已经离开了那个洗脑的环境，但是他非常自觉的屏蔽掉那些之前已经外界帮他屏蔽掉的信息，他只接受这部分信息，然后形成这种自我暗示啊。所以这些人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自干五啊，或者是我们叫自干五的症状啊，这自干五其实是一种症状啊。观点，我觉得中共洗脑术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把斗争思维注入到每个人的脑子里，让大家把所有的人当成敌人。例如，来过美国的都知道，美国人大部分都非常有礼貌，并且乐于助人。很多留学生都有过被本地人无偿的帮助，但是我听到留学生私下说美国人虚伪，他们认为这些礼貌和帮助都是白人的一种伪装，用来掩盖他们内心对你的歧视，这是一种非常奇葩的逻辑。但是却可以很好的用斗争思维来解读来自敌人的帮助必然是虚伪的。就是我们还是讲这种思维惯性，这就是思维惯性，或者是我们叫路径啊，思维的路径的依赖啊，路径的依赖。提问虽然我18岁离开了中国，但一定也是受害者。如何自我评估中国洗脑术对自己思维已经造成的伤害？没办法评估的，那是在脑海的深处的一些路径依赖，比如说路径依赖，比如说这些场景的分析啊、观感啊，它打到大脑的深处的，不可能进行完全的释放，这做不到。但是能不能抵抗？能抵抗，就是我还是讲努力学习啊，要努力学习，还有保持自省，要自我反省，经常去自省，才能够抵抗这种洗脑的这种对你的毒害啊。提问：五毛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真凭实据？我一直认为是大家骂来骂去，不是的。五毛，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五毛，百万计的哦，不是10万8万的哦，是百万计的五毛。而且有些五毛是来自监狱，他们经常用一些监狱里的人去做五毛啊，这样的成本很低啊。观点：自打进入社会后，再也没信过官媒的任何报道，
但看到与身边多数被洗脑的人与他们想法格格不入，又感觉自己和他们有隔阂，所以还是觉得移民出来吧。但出来以后发现还是有很多自干五，像我这样被洗脑失败的人，是不是注定会被孤立呢？也不是啊，其实也不是。其实我是觉得，嗯，这种思想的控制会变成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模式啊，这个很正常啊，这个我觉得我也不觉得我被这样思想控制了，我就会怎么样，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我觉得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以后，我有意识的去反省自己、学习，或者说我们获得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尽量的去努力去寻找更多的对这件事情的信息源，这样的话能够平衡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可以慢慢的走出来啊。就说你不要只有一个信息源，你要多个信息源来看这件事情，就是防止路径依赖。我们还是讲路径依赖的问题啊，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看法，我多听几个人的意见，多看几个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只看那个我觉得顺眼的意见。通常你觉得顺眼的意见，那就是路径依赖啊。那么和他相反的意见也要去看，也要去理解这些相反的意见，它中间的道理是什么。当你慢慢形成这种习惯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正在走出来。观点分析，推特上有些所谓的海外知识分子，每天发表一些类似《环球时报》的文字，其目标观众本来就是小粉红和刚翻墙的人，目的是墙外建墙，为其提供精神食粮，所以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有目的的。另外，我近年学到最有用，理解最深的一个英语单词就是多元，非常好。我毫无疑问的就是，你在推特上见到的一些富有使命的所谓的公知啊，他们其实是中共在海外建的另外一堵墙啊，建的另外一堵，它还是要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就是让那些已经有路径依赖的人很容易找到这些人。找到这些人以后，他就沉浸在里面不出来了，就是这样的。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做这种事情，他并不是要让别人，那些不是被洗脑的人被他洗脑，不会的啊，一般很难。为什么？没有被洗脑的人，他没有路径依赖，他会噼里啪啦爆出来跑的，所以控制不住的，因为这个环境是开放的，海外的环境是开放的，所以这些富有使命的这些人呢，他目的并不是要控制那些不被洗脑的人，他其实是重新建立一个群，把原来被洗过脑的人又装到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去，因为他们有路径依赖，很容易进去以后就出不来，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事情，在我来看，这是非常险恶。就是所以我每次看见有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说啊，我早就我知道他胡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已经把他拉黑。我从来不拉黑他们，我都是被他们拉黑，因为我每次见一次我就骂一次。我为什么骂他？我就是要揭露他们的身份，让他们的功能失效。但是每次都会被他们拉黑。我知道拉黑我的人，我知道他们就是不想被我揭露啊。杨俊哲，谢谢。当中国洗脑术把这个政党和我们的国家捆绑起来，这是灾难。和国内朋友聊天，我的反对意见就被指责为不爱国。是的。观点自干五的过多，同理心的缺失是个很关键的因素。看到很悲惨的人，总认为不关自己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国人会这么缺乏同理心。缺乏同理心有很多原因啊，当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就是我们的洗脑术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坚决要洗掉的，是什么？就是人性啊，人性，用党性来代替人性。党性是什么？党性就是党的意志，党的意志来代替同理心，就是人性。所以你在中国，你看不到人性这两个字，以及人性延伸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品质都是没有的，都是被过滤掉的。为什么？因为人性和党性是对立的、冲突的，所以他要把这种全部屏蔽掉。所以中国的生存环境或者成长环境里面是没有人性这个因素的啊。观点：中共当局身为执政党，自夸其政绩也算无可厚非，但是不容他人评论，只许他一家之言，是最为可恶的。而且中共的神逻辑往往经不起推敲，只有国王的新衣之嫌。对，如果国王的新衣随便人讲话的话，国王的新衣早就不存在了，对吗？观点并不是传播一种思想和认知就是洗脑，洗脑的前提是要隔绝你获得其他信息的渠道，只给你单一的信息，这是必须要分清楚。是的，只给你单一的信息啊，还有单一的观点，单一的信息和单一的观点，不能有其他的不同的观点啊。观点谈一下我自己的思想启蒙历史。父亲是退伍军人，思想又红又专，我从小受这个熏陶很多。小的时候算是个自干五，从小特别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我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读书、思考，喜欢历史，所以随着年龄的成长，我渐渐的发现传统的那一套逻辑存在很多不自洽的地方，于是慢慢心里有很多的疑问，直到有一天读了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一下子就搞明白了很多事情，于是读了很多书，慢慢的开始自我启蒙。所以学习很重要，学习非常重要啊。很好，非常好 David Yang， 为你高兴。UBW， 谢谢。中共最擅长的就是重新定义，他们重新定义了民主，重新定义了贫困，重新定义了自愿，甚至重新定义了重新定义，哈哈，很棒。哎呀，我们现在的这个网友朋友的这个水平越来越高了哈。阿赖王老师，你上回答应我说了一句 Russian 还没有兑现，说几句吧，我准备空几首 Rubber 呢，谢谢了。我们还是集中题目吧，我们回头再说，行吗？Russian 好吧，我们讲几句吧。俄罗斯普京啊，普京第一个内阁总辞，内阁总辞是因为他要重新修宪啊，修宪的目的是什么？修宪的目的是分权，分一部分权出去啊，分一部分权出去是为他继续掌权做准备，然后他很快的任命了原来的一个税务总局的局长当新的总理，然后重新组阁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普京维持他的独裁政权的一个步骤啊，只是维持他独裁政权的一个步骤。那么他能不能成功？很有可能成功，很有可能成功。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人还是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大概是觉得只有普京能够对抗美国，美国现在是要收拾俄罗斯，所以他们大概认为就是只有普京能够扛得住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普京成功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好吗？我就说这几句，好吗？观点，哎，姥姥王你来了。观点，说说我被洗脑的经历。
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是比国内同事还相信中共。我每次讲我对党的信心，大家都看着我无语。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不敢言。回到美国后，才接触所有的脸书、油管、推特等等自由媒体，对我的思想有着爆发性的改变。今天急着王先生的平台和大家齐聚一堂，感到温馨，有同温层的归属。谢谢谢谢姥姥王。提问：王先生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政府发文不允许义务教育的教材来自国外？你觉得是不是可笑啊？不可笑，这一点都不可笑。这就是洗脑术的，我刚才讲的，保持封闭的环境，就不能有其他的信息源，这就是洗脑术的其中一个经典操作经典操。我们其实可以，我们这个叫查错之后，大家保持这个意识，你就可以经常的辨识，这是洗脑术，这是洗脑术，可以把它辨识出来这个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些方法和路径给大家，可以去辨识这些事情观点：以前王老师说装睡的人多，我想说的是，我周围的人99%的人是真的睡，好吧？观点：国外一些自干五大部分在国内还有资产，还在吸中国人的血。是的，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一些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一些利益。什么利益？有些人移民到海外，他有些在国内还是有些资产那么甚至很多人在国内有生意，甚至和国内在做生意那么这些年，当然中国经济膨胀的很快那么有些移民海外，他未必在海外能建立他的新的这个商业基础，那么他的基础还在中国，所以他不想得罪中国，或者是他不想和中国断了这种联系，因为他很多利益来自中国，所以其实有一半是我们说的这种被洗脑的影响，我觉得另外一半还是有利益在里面所以他自觉不自觉，我觉得其实完全是自觉的，他意识上要表现出来因为对他来说这样更安全观点：对抗洗脑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常识，非常对，凡事都要通过常识的检验。我出生于蒋介石时期，长大于蒋经国时代，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列宁式政党，对全台湾人洗脑。当年没有互联网，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经验，就是常识，之后自我觉醒，非常棒。对抗洗脑就是常识，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常识庞庞非常好，我非常赞赏你的观点。观点建议王先生给大家留个作业，下次您说语言文字对洗脑的作用之前，让大家把乔治奥威尔的1984先读一遍。真的，这本书在国内还能买到，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应该是都知道的吧？那我假设大家都知道，好吗？观点：洗脑就像一个人被打了抗体，只能接受单一信息。先入为主的信息入驻大脑后，会使大脑对其他的外来信息产生抗体。这个比喻很形象。提问：这些自干五跟清朝和珅爱清朝有什么相同点？好难和珅，好难找到的相同点不一样吧？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不同的，和珅和我们讲的自干五有不同的属性吧。我们不讨论，我讲不了这个，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好吗？
观点：美国需要对于所有来自共产国家开设反向教育课程，修过才能毕业，移民等等。美国人去理解这件事情真的有点困难啊！我认为他们理解一些这种事情，他们真的是会有点困难。观点：18岁的女儿问我，有什么年轻时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而且非常遗憾？我答：成为记者。今天看见王老师的节目，仿佛一切都圆满了。您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操守，就是我多年想活成的样子。哦呦，我的天，我实在不敢当啊！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也是我只做我会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会做的事情。谢谢你的肯定，我会继续努力啊，实在不敢当。提问：为什么有些人洗失败了？比如说我，没出来之前就觉得里面问题很大，但问别人都是没有结果的。大概你的信息不够封闭吧？不知道，我不了解。观点：洗脑只是一方面，自身也是重点。我生在大陆，长在大陆，确实中共洗脑的失败品。初中以后，开学前提前拿到书本，总是先看历史书，总能发现很多内容都自相矛盾。比如说国共内战，为什么得到美国帮助的国民党就是勾结境外势力的邪恶政党，而得到苏联帮助的共产党就是光辉正义的？当初好多疑问没有得到答案，现在都懂了。我想说的是，人要懂得独立思考，别人怎么说什么与牲口有什么区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与牲口有什么区别？非常好，独立思考。我经常讲，有人问我，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墙内，我们能怎么样去能改变中国？我都说过三样啊。第一件事情，不说谎。其实中国人，说谎，说谎的情况非常普遍啊，而且不以为耻。而且用了很多语术啊，就是把说谎这件事包装成什么讲故事啊、找借口啊，其实就是说谎啊。第一，不说谎啊；第二，不盲从；第三，独立思考。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做到这3点，我确信中国会被改变啊。观点：罗素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很多种不同观点并存的社会才是好社会。我们的意识形态对不同观点绝不容忍。这种模式下，很多普通人在生活对别人不同的观点往往大肆攻击，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国民性，也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冲突，让中国离现代化国家体制越来越远。赵家人的目的达到了。观点：洗脑系统开销一定很大，花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是这样的，中宣部其实有一大笔开支啊，这大笔开支基本上我们就说就是洗脑术的开支，或者是洗脑工程的开支。这洗脑工程开支有多少呢？我印象中是丁关根时代啊，丁关根时代跟江泽民要了一个政策，就是所有的新闻、文化、新闻媒体和文化媒体的各个这些和这个意识形态有关的这出版社啊、报社、电台这些交的税，文化事业所交的税，30%拨给中宣部。啊，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税基来分析，大概有数以千亿的资金来作为中宣部的资金开支，用来洗脑啊。观点：洗脑可以是主动的，国内的自干五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这其实是人体的自我保护，因为人本身会避免自己成为不合群的异类。
观点非常感谢王先生，期待您做这期的议题已经很久了，帮助了很多翻墙的人正确认识和识别墙外的世界。观点：大陆的问题是基本人权都没有得到保障，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随时被剥夺。赵家的人吴晓辉说灭就灭，大谈福利问题就是无厘头。赵家人有福利，那是吸民众的血。观点：从小被洗脑10多年，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时候，愤怒到达顶峰。大学毕业，偶尔翻墙出来看了很多真相，几个月就完全转变，庆幸啊。观点我早就说过，利用囚犯来给他们刷好评、减刑的太多了，简直是零成本。我前几年我朋友去酒吧玩，遇到警察突击检查，然后被人胡乱放了摇头丸在口袋里，警察把他抓了，他死活不承认是他的，然后警察为了破案立功，屈打成招，硬生生把我朋友关了半年。观点：孩子从小被洗，长大很难转变。我原来有点信，后来看了哈耶克的书就不信了。当然，我也会根据现实进行对比。对，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很重要啊。就是洗脑其实会变成一个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什么？就是你习惯了，习惯了什么？习惯了他灌输给你的这种逻辑。他一说 A，你遇到 A，自然就想到 B，你不会想 C 和 D，为什么？因为已经习惯了啊。那么真正能够实现这种独立思考的时候，你每次看到任何一件事情，都脱离原来的路径依赖，多想一想，会不会是 E 或者是 F？这样的话，你慢慢的就会脱离这种路径依赖，就是洗脑，他的洗脑就失败了啊。观点：如果认可唯物主义，就会认可利益完全能控制人的言行，但本质上是观念驱使的。任何成年人都应该是先有想法才有言行。自干五从内心就是完全支持集权的，这是他们不需要利益就能支持集权的原因。OK。提问：今天父亲动手术，没有给动刀医生送红包，现在坐在手术外，隐隐担心，这种担心算不算成功的被洗脑？这不是被洗脑，这是被暗示啊，这是被，或者是这也是一种社会现实吧，这种社会现实对你的影响吧，因为毕竟，是太多案例在前面啊，所以就会有这种担心，这很正常，这非常正常。Charles 郭，谢谢 Charles 郭。上面有一朋友观点是要容忍不同观点存在，在此强调一下，容忍不同观点，但得有一个相同的价值底线。没有一条共同底线，却说允许不同观点，这本身就是被洗脑、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体现。嗯，宽容是什么？宽容其实不是容忍啊，容忍是你迫于某种状况啊，然后允许和你不同的存在啊，那是容忍啊。宽容是什么？宽容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大家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有存在的理由，这才是宽容啊！真正的是从你内心是觉得其他的和你不同的存在是有存在的理由的，这才是宽容啊！
到哪里了？我不要找不到了。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了。观点对于墙内的人要反洗脑，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就是用理性思维去考量社会人文问题。其实我刚才觉得你说的这个很对，但是我觉得很简单，就刚才庞庞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反洗脑，就是建立常识，建立你既有的常识。你建立了常识，所有的洗脑都无效，因为洗脑的所有的言行都是违反常识的。只要你有常识，你就知道那是胡扯啊！这就是，当然前提是你要独立思考啊。当你去独立思考的时候，你才有条件去建立你的常识。观点从90年代开始，我跟爸爸出外经商，见识到那些官员吃拿卡药，我的内心已经崩塌。自此30年，我从不相信中共会改变，内心是孤独的，经常被人说是反共、反党、反共。你不孤独啊？你看看我们在线有多少朋友在这里啊？观点：中国人对中共的自干五立场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是这些年经济成长似乎可以得到持续到永远，这是对某党的合法性有了背书。第二是害怕强权，小时候天下大乱，自身利益比现状更惨，更遭破坏。真正把官方谎言当真的其实不多。我认识的自干五也经常不信政府的媒体，不过他们认为这很正常。OK，观点：洗脑能起作用的前提是消灭主流的正确的价值观。当社会没有了正确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将蒙昧的群众置于封闭的环境当中，即使被洗脑的人知道自己被洗脑，也不敢面对自己被洗脑的事实。他们害怕否定自己的过去的自己，不管面对的新世界和价值观。非常对，有道理。嗯，提问：国内区块链，我们不讨论区块链好吗？观点：我在国外10年，前几天回国，朋友聚会，去卡拉 OK 玩到最后唱我的《中国心》，这是不是洗脑后遗症？这不一定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歌曲啊，是我们成长，但它是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其实我们唱这些歌很多是革命歌曲啊，它不一定是反映你的价值观，可能会勾起你的成长时代的回忆啊，那个回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的啊。所以其实我也会唱那些以前的歌，我能唱整套的这个叫什么样板戏啊，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洗脑的问题啊，这只是反映我们的成长经历而已。观点：好题目。我在日本多年，已经与绝大多数受过同等教育水平的同学朋友无法沟通社会问题。观点：中国如实现美式民主自由，终会超越美国。华人平均智商高，有潜力。民主自由就是民主自由，没有美式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就是民主自由。观点：洗脑的条件是这个我已经读过了，是吧？洗脑的条件是必须建基于封闭的系统中，而封闭的系统是分成大小2种。大的封闭系统就是由集权者建立起来的，小的封闭系统就由个人自行建立起来的。个人的封闭系统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个人封闭系统是自我建立出排除机制，这个个人的封闭系统比集权大封闭系统更毒害，毒害更大。有道理。观点：中国人对是非判断蛮功利主义的，只要结果好了，经济成长了，对过程并不关心。OK。
观点：自干五的系统化感染流程，小红花、红领巾、共青团、预备党员，打破头冲进体制内，成为党员干部，或成为赵家人外公，享受特权，鱼肉乡民。毛泽东和希特勒基本上是一个套路，但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中共的反动路线是量中华之污力，解与国之欢心，只要万邦来朝，哪管生灵涂炭。观点：在我从小的教育里，就没被教育得很红。小学升旗就是不喜欢敬礼，唱国歌就是不唱，觉得这些都是花架子。毕业进入社会，开始了解社会，各种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就去寻找原因，但骨子里还是有些观点被误导。问题：中国人不诚信、不守契约与无神论的教育有因果关系吗？我觉得跟无神论关系不太大吧。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不守契约的社会，从政府开始就不守契约，然后从上到下一路全部都不守契约。中国人以前是很守信的，信在中国人礼义人之信是个非常重要的品德，但是中共就是把这些全部要打碎掉，中共自己就不守信用啊，对吧？所以他自己的承诺一直就不变来变去的，所以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所以跟这个无神论关系不大，我觉得跟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好，我最后讲一个观点，不对，这个已经讲过啊。观点：中共自建党以来进行了无数次的运动，不管是建国还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包括近年的反贪，基本所有运动都是官方宣布结束了。有一条一直从90年代初持续到至今，就是反和平演变。好，我们今天的新闻茶座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谢谢。